大家好，我是台中台安医院的陈佩玲医师。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 podcast 要来讲什么呢？我最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则台湾18件啦哈。什么叫台湾18件？它就是在讲18种状况是大家都觉得有点害怕的哈。开场第一个就叫做医生惊地扫，然后再来就有什么吐水惊抓漏哈剃头会惊臭头。然后那个什么中破塞惊假倒等等等等，这18项，那医生的惊底扫是排名第一位。我们医生为什么会觉得底扫很麻烦？因为咳嗽大部分都是慢性支气管的问题。当然，在目前大家也知道，肺癌是台湾癌症数一数二的嘛那为什么会肺癌？当然有很多原因嘛咳嗽当然其实是一种。我们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其实我们的气管因为一直在吸外面的空气，那有的人有抽烟的习惯，有的人有炒菜，有的人成天在外面工作，现在空气品质不好。其实，在还没有进入肺癌的前面，他可能就有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当然就会一直咳，然后肺气肿等等这些都会喘，就是呼吸道状况，就是东西用久了，它比较脏，然后它慢性发炎就会造成这样子。所以我就在想那小孩子会不会也有慢性咳嗽的问题呢？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我们的小儿科马义群医师来跟大家聊这个儿童慢性咳嗽。来，马医师跟大家问好。大家好，我是台安小儿科马义群医师。马医师，你们小儿科到底有没有常常看到慢性咳嗽的病人？有真的吗？可是我为什么小孩子也不骑摩托车，他们也不会炒菜，他们也不抽烟，那个肺泡应该都是很有弹性就是很新鲜的状态，为什么他们还会有慢性咳嗽的状况？会。那你要不要来跟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小孩子会有一个慢性咳嗽？他什么状态之下他会咳得比较久？好，其实慢性咳嗽会造成一个小朋友他的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也会影响到他的一个睡眠品质那会影响到他隔天的一个可能学习的一个专心度那当然也对这个爸爸妈妈来说也很困扰啦因为其实它也会影响到爸爸妈妈的一个睡眠品质，还有他隔天的工作那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儿童慢性咳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儿童气喘儿童慢性咳嗽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感染，不是什么慢性支气管炎，是气喘。是的，是这样。那马医师还是帮我们讲为什么气喘不是都是这样才叫气喘吗？是啊，这是很典型的表现。那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儿童气喘那气喘呢，其实它就是对我们一个本来没有害的，可能是像一些过敏源的部分那我们的免疫产生了一个过度反应的一个情况那我这边是有一个图给大家看，这样会比较清楚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下面的部分，这个是正常的气管那上面的部分呢就是一个气喘的一个小朋友的一个气管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气管它的一个呼吸道很通顺很通畅那上面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气管那产生了一个这个慢性发炎的一个过敏性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黏液就增加了那呼吸道就变得比较阻塞所以它就会产生了一个呼吸道会喘会咳嗽的一个症状这个我们正常空气在这边出入，那我们如果比方说有咳嗽还是什么发炎的时候呢，就分泌物嘛然后会水肿，然后分泌物堵在里面，小孩子又不是很会咳，所以他常常就会在里面造成那个交换空气的管径变小，是这样子吗？是的。好，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每一个小孩子都一定会喘吗？其实这个症状的部分就像我们主持人刚讲的那其实最典型的症状当然就是会有因为呼吸道阻塞嘛，就会造成有一个咳嗽那喘那会呼吸困难或胸闷的这情况，那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症状但是其实像会出现这样很典型的症状在我们的小孩子来说其实不多见是那大部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其实大部分的小孩他的表现那会以慢性咳嗽来表现所以他只咳但是不喘，对，这样子的情况蛮多的。对
因为我觉得。我平常没有看到很多小儿科的病人，但是其实我们大人也蛮多，就是感冒以后，他可能一咳就是1个月2个月，就是咳不好。那小孩子也会有这样子，一咳就是咳1个月2个月3个月的，会。那他是因为有过敏气喘的因素，对，那怎么办？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慢性咳嗽，它通常就是它的特性，就是说，它可能这个咳嗽的部分它比较会是间歇性的，就是一阵一阵，有时候会比较好，有时候又比较不好，那有时候通常它的发生就会比较在晚上的时候，或者是清晨的时候，那它也有可能说跑一跑，运动的时候，或者是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它就会咳嗽比较厉害，这是它的一个特性。所以，如果是过敏性引起来的慢性咳嗽，跟一般感冒引起来的咳嗽的表现，就是刚刚马医师你讲的那样种间歇性的，对，然后运动会引发的，对，还有晚上跟清晨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现的，是的。那这样的话，如果妈妈有观察到小孩子有这些状况的时候，可能就医的时候要特别跟医生讨论这一方面，小孩子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气喘造成的慢性咳嗽。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也是要跟大家呼吁说，如果你的小朋友出现这样的情形就要有警觉要带给医师来评估。对，不要说我觉得这个医生怎么治疗不好，1个礼拜就再换另外一个医生，然后又1个礼拜还是不好，再换第3个这种逛医院的状况，其实对小孩子大概是没有什么帮忙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要请教马医师那如果我们了解小孩子可能是因为气喘过敏引起来的慢性咳嗽，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它？那我们治疗这个气喘的部分它有2个重点。那第一个重点当然就是我会帮他找过敏源。如果小朋友带来门诊那我当然就是会尽量帮他找，像我们就是过敏源的部分有呼吸性的，那也有食物方面的。那如果找出来，我会就尽量帮他避免。那当然第2个重点就是要讲到这个气喘的用药。那如果讲到气喘的用药我这边是有一个图要给大家看，这样会比较清楚。那这个气喘它的用药其实有2大类。那第一大类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过敏性的一个发炎控制型的药物。那第2个呢，当然就是急性期缓解型的一个药物。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图来看大家会比较了解就像说我们家里在煮水煮到它沸腾一样。那我们呢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让它这个沸腾能够下降的话那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要把它火关小一点或者是干脆直接关火，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用说，帮它从上面加一点冷水的部分，让它的那个沸腾的部分会改善。那其实这个的部分就是说，就像我们在治疗这个气喘的慢性过敏性发炎一样最主要呢还是由这个下面这个直接我们治疗它的一个慢性的过敏性发炎这个方法是最根本直接就把它治疗它的一个发炎的反应。那这个就像我们平常我相信爸爸妈妈也有听过就是像心流或者吸入型的一个类固醇的部分，就是这个药物。那像说如果像上面的这个急性期在用的，就像我们那种短效的支气管扩张剂，那这个就是暂时缓解它的症状，但是最主要还是下面这个药物才是一个治疗的方法。好，我知道了这个火已经烧到它在沸腾了，当然拿掉火是治本，但是你拿掉火，它还是会休息，咱们才会温度慢慢降下来。是，所以常常父母亲都会觉得有点压力，就想说一直在烧，也在烧到这里来。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需要瞬间先给它加一点冷水，它就马上看到治标的效果。可是很多父母亲他们好像就是会比较担心类固醇这方面的用药。那马医师，你怎么样去解决父母亲这一方面的焦虑？因为大家一听到慢性使用类固醇，都会觉得那副作用不是很多吗？对。那您都怎么样去跟家长告诉他们？这个其实是很好的治疗。那讲到这个治疗使用这个吸入型的这个类固醇那我这个时候我就请大家再看这个图的部分。那其实呢，我们儿童过敏专科的医师在治疗这个
小儿气喘的部分，其实我们是有我们的阶梯的治疗的方式。好，那阶梯的治疗我们可以看到，当然我们如果小孩子的症状比较不稳定，我们就会往上去升他的阶梯的部分。那其实如果小孩的状况比较稳定稳定3个月之后，其实我们会慢慢的降阶，甚至到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可以完全不要用药。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吸入型的这个类固醇的部分，其实它新型的这个部分，其实它已经跑到血液里面的浓度已经很少了，非常的安全。就是用吸的，然后在吸的当中，它局部就会作用了，所以它不需要太大的剂量，不会跑到全身。是的。所以我们马医师他们在小儿科医师，他们就会随着病况的程度去调整它的剂量，那教导父母亲使用的次数啦，或者是剂量。是的。这个会不会很困难？不会，这个我们临床上都会教导。所以你们现在在这种慢性使用这种吸入性类固醇药物的控制的时候，已经很少看到病人有一些我们以前这种很害怕的什么那个什么月亮脸啊等等，绝对不会，绝对不会。那有没有父母亲如果听到这个，应该会觉得放心很多。是的。那如果所以我们一定要鼓励父母亲不要害怕药物的副作用，因为真的好的药，小儿科医师一定会好好的使用，帮忙我们的小孩子没有什么问题。那再过来，马医师还有什么要跟我们的父母亲交代的吗？有，在这个小儿气喘的这个方面我对于爸爸妈妈有2个想要跟大家呼吁的。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那刚刚有讲说这个疾病的部分就是慢性咳嗽，所以如果你的小朋友如果他出现一个咳嗽，好像你以为他是感冒，但是他的感冒超过10天或10天以上而且他很容易就是这个症状到下呼吸道，就是那个痰很多或者他这个咳嗽的部分间歇性的，但是很容易出现在晚上或者是清晨起来或者是在情绪激动或者是运动的时候会出现，那这时候你就要提高警觉，可能带来门诊给我们评估一下是不是他罹患了气喘。这是第一个呼吁。那第2个呼吁就是说我希望如果说您的小朋友如果他目前已经是气喘，已经在治疗的状态下的话，你一定要遵从医师的指示，不能自行停药，因为这个是有危险性的。好。那这个药物方面，我们当然就听从医嘱嘛。那除了药物的治疗以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生活方式？其他生活方面的一些卫教，能够帮忙他也改善他的这种慢性咳嗽的状态，就气喘比较，就让他比较不要发作。有没有其他生活上面的指导？也能够帮忙我们父母亲。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说，要注意，一定要把已经找出来的过敏源一定要避免掉，这是一个非常要注意的。对，那个火柴也要拿掉，对。是，那第2个的话，当然是说，那是不是说在这个温差的方面，那要注意，像说，我们如果出门的时候，如果真的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可能就稍微戴个口罩，或者是说，我们尽量少喝冰的，那第3个的话，那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些外界的一些过敏的刺激，像说注意一下说现在，今天的那个空气的品质怎么样？那如果说空气品质不好，我们就少出门，之类的，那么我们大人常常强调运动治百病那在小儿的气喘方面，运动有没有帮忙？会有帮忙。那哪一种运动会是马医师你比较建议的？我当然比较建议的是说，我觉得游泳的部分是对小孩来说，尤其是气喘的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不过当然要注意，就是说在运动之前，大概前10分钟到15分钟，我们要先做个暖身的运动。那第2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选择这个游泳的部分，也要注意在是要比较一个通风的一个状态下的一个游泳池，在比较不会有一些氯气的一个刺激。对，因为现在蛮多公寓大厦他们自己的那个游泳池可能是在一个比较密闭的环境通常还是要建议选择那种有换气通风比较好的环境。所以运动
适度温和的运动，像类似游泳哈，或者是还有没有其他的也觉得还可以建议的？跑步不好吧？其实我觉得温和的运动都是可以的。只是说要记得，就是说如果说他一定要先做那个就是暖身的运动，因为一个急速的一个温度的一个变化，很容易造成一个就是气管的一个收缩。好。那今天我们认识了一个小儿科的慢性咳嗽哈，原来是跟过敏有关系的。那所以不要让我们的医生怕给他提早，也是要父母亲稍微注意一下居家的环境品质，还有一些过敏源的避免哈。这样子，今天我们很开心有马医师来跟我们介绍，气喘是慢性咳嗽一个很大的元凶。那请父母亲听到了以后，当然希望小孩子最健康最好。但是如果他真的有慢性咳嗽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好，谢谢马医师。谢谢。